有人说香蜜沉沉烬如霜，只是一部先甜后虐的仙侠古偶。可时隔8年再回看，我们才明白，它从来不是简单的三角恋，不是锦觅和旭凤的儿女情长。这漫天双色镜面星火讲透了3件事：天生的宿命，难控的人心逃不掉的执念，6界众生神仙妖魔全员皆困局中人。故事的开端，所有人的悲剧早就被一颗引丹写死了结局。花界少主锦觅自幼被母亲子芬封印引丹，断情绝爱，不懂爱恨悲欢。他被困在与世无争的水镜之中，天真烂漫，只求灵力长生，活成了6界最干净最没有欲望的小白葡萄。一场意外涅槃重生的天界战神旭凤坠落水镜，天上最耀眼的火撞上世间最纯粹的霜，热烈张扬的天界嫡子遇见不知情爱为何物的果子精。前期的香蜜有多甜，水镜拌嘴，凡间历劫，红叶传情。旭凤明目张胆的偏爱，毫无保留的宠溺，门懂锦觅下意识的依赖与靠近，没有猜忌，没有权谋，只有最简单的欢喜。可这部剧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，前期所有的糖都是后期刺向心脏的刀。很多人把这部剧的悲剧归罪于润玉的偏执天后的恶毒锦觅的愚钝，但拨开情爱表层，第一层内核是天界权谋布下的死局。整部香蜜幕后真正的操盘手从来不是润玉，而是天帝太微。他是最典型的权力帝王，一生玩弄权衡之术，利用速离之衡水族，利用鸟族稳固朝局，默许天后屠戮龙鱼族，放任后宫把持朝局。他偏心旭凤，却刻意扶持润玉制衡战神势力，坐拥3界权柄，把所有人都摆在自己的棋盘之上。旭凤、润玉、锦觅3个主角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选择权。旭凤生来就是天界嫡子，百战战神，他身负神族荣光，被母亲天后强行灌输霸权与正统，生来就要站在高位，不能软弱，不能动情，不能出错。他看似拥有一切，却从来没有自由。而润玉是整部剧最意难平的悲剧缩影，先天帝私生子，自幼弃养，受尽欺凌，生母惨死，寄人篱下。他本无欲无求，温润如玉，只想守着星河安稳度日。可天界的偏见，天后的赶尽杀绝，天帝的利用算计，一步步把温润的白龙逼成了隐忍腹黑的天界天帝。润玉从不是天生反派，他只是被世道逼出来的复仇者。他想要的从来不是天下，只是一点点偏爱。可这一生他一无所有，只剩万年孤寂。那句经典台词道尽他一生悲凉：我这一生一无所有，孑然一身，权谋为骨，宿命为龙。而贯穿全剧的引丹是第2层核心隐喻，情爱是神仙最大的劫难。子芬给锦觅吃下引丹，本意是护女儿一生安稳。他看透了神仙动情的下场，情劫伤生爱恨误终身，神仙动了心，就有了软肋，就会万劫不复。可世人皆逃不过一个情字。引丹封住了锦觅感知爱的能力，封不住他心底本能的动心。当引丹逐渐开裂，爱恨破土而出，误会丛生，杀父之仇叠加宗族血债，全剧最虐的名场面就此诞生。锦觅一刀刺穿旭凤内丹，这一刀斩断了2人所有的甜蜜过往，这一刀天界战神生死6界格局彻底崩塌。很多人骂锦觅薄情愚蠢，可他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被宿命操控的可怜人。没裂引丹时，他不懂何为爱；引丹破碎之后，他懂了爱，却身负血海深仇，进退两难。他一生都在被别人安排，被母亲安排断情，被润玉安排婚约，被天道安排劫难。如果说前期是宿命捉弄，后期就是执念酿成的众生皆苦。旭凤生死紧密，魂魄俱碎，走遍忘川寻他残魂，以身殉道，熬尽半生修为。春华秋实名场面，他捏碎一半双花，毁掉半生灵力，只求心上人平安无虞。重生后的旭凤堕入魔道，成为魔尊，他嘴上怨恨，处处刁难，可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放下过半分爱意，嘴上决绝软肋，永远是锦觅。而润玉执掌天界之后，坐拥万里河山，赢了天下棋局，赢了天魔大战，却永远留不住那个不爱他的葡萄。他囚禁锦觅，编织梦境，机关算尽。世人说他偏执分魔，可他只不过是太想要一份不属于自己的温暖。旭凤的执念是锦觅，锦觅的执念是旭凤，润玉的执念是求而不得。6界众生无一例外，天后执念权势与儿子前程，天地执念朝堂制衡，穗禾执念旭凤的偏爱，全员困在执念牢笼里，互相伤害，互相煎熬。全剧的大结局才是这部仙侠剧最高级的地方，天魔大战，生灵涂炭，天下苍生流离失所，夹在2位天地至尊中间的锦觅，
最终选择以身殉道，肉身消散，平息战火。这一刻，他终于跳出了情爱小情，活成了苍生之神。他用性命告诉所有人：爱成全彼此，大爱成全众生。情爱从不是占有，而是成全。尘埃落定，润玉独坐九重天宫，执掌3界万年孤寂，放下执念，守天下安宁。他赢了天下，放过了自己，也放过了他们。续愤褪去魔疾，放下仇恨，陪锦觅归隐凡间。烟火度日，时隔多年，我们再看香蜜，终于明白。他之所以成为仙侠剧天花板，从不是因为狗血虐恋，他讲透了人性的贪婪与软弱，讲透了命运的身不由己。有人生来向阳，有人终身悲凉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万般劫难始于执念。神仙尚且难逃爱恨痴缠，何况我们世间凡人？一念缘起，一念缘灭，万般皆苦，唯有自渡。如果有来生，只愿有我，并不再有你。锦觅，锦觅救我！锦觅救我！你要救我！锦觅救我！锦觅救我！锦觅，锦觅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是你杀了爹爹，是你杀了李孝仪。
将我的头发贴于那丹青染之处。锦觅，我要杀了你！
陛下，水神先上已昏睡半年了，怎么都唤不醒。他会不会就这样永远沉睡下去了？不会的，他一定会醒过来，他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陛下，小神在100万天兵之中甄选出108位天将在殿外护卫，只是这御殿将军之职责权重大，还望陛下亲自定夺。太子仙人以为破军如何？破军？陛下，破军可是火神亲自选拔上来的，御殿将军之职，御神3万，贴身护卫陛下。若有一心，变生爪业，可是防不胜防啊！陛下，请您三思。破军其人，为人耿介忠直，他若答应，便不会有异心；若有异心，便不会答应。陛下，您气度恢宏，可是半年前，天界震荡，元气大伤。如今百废待兴，正值用人之际。本座便是要小议诸神及6界。如今天界万象更新，今日这个天地，用人不计前嫌，只论德行才干。破军答应与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将这个信号传递出去。陛下，天下为公，英明睿智啊！小神这就去办。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，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。仅凭人推，看得这韶光剑。威尔，威尔，快去告诉天帝陛下，水神先生已经醒了，快去！哦。先生，且等等，天帝陛下的登位大典刚刚结束，诸星助幸正在饮宴。先生睡了这半年，天帝日夜为您忧心呢。我睡了半年。你刚才说水神，我弟弟也在吗？先上就是现如今的水神，难道先生忘了？是啊，弟弟已经不在了。原来这一切不是梦。那火神，火神呢？火神？如今还哪里有什么火神啊？先上伤势未愈，还是不要思虑过多了，躺下歇歇吧。啊！是你杀了爹爹，是你杀了李小姨！我真的杀了他。先上，你才刚刚睡醒，身子还没有痊愈，还是不要过度伤神了。蜜儿，蜜儿，蜜儿，况若你先退下。
蜜儿，你终于醒了，可感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我好痛，我好痛。蜜儿哪里痛？我给你肚气，用灵力帮你镇痛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我的痛从胸口处泛滥，一直到四肢百骸，我就像针砭刀刺一般，我说不出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痛，我好难受，可是我不知道哪里难受，我的嘴里都是苦的。好，蜜儿，只要吃了糖，就不苦了。来，蜜儿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蜜儿，蜜儿，蜜儿，没事，蜜儿，没事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蜜儿，你看，你看树下的昙花，一直为你而开，多美啊！等你好起来，我一定会补你一次大婚，就在这个春天，好不好？上元仙子，参见陛下。这半年来，整顿天界，千头万绪，多亏矿路在本座身边助我一臂之力，着实辛苦。陛下，小女愚钝，承蒙陛下不弃，晋封上元仙子，恩赐玄州仙境。小神在这里谢过陛下天恩。本座一向赏罚分明，矿路办事妥帖，行事审慎，这些封赏当得起。陛下，矿路不求身外之物，只愿侍奉陛下左右。波拟洞府仙居，也是作为校定天界天文历法的处所，岁时节令关乎6界民生，旧历不准，有违农时，急需制定一套新历法。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呢。矿路明白，矿路定当尽力而为。起来吧。陛下，水神仙上刚刚苏醒，仙体还是很虚弱。我记得五爹之前给过太上老君一颗丹药，可以安神补气，不如拿给水神仙上试试。不必了，他那是心病，丹药恐怕无用。慢慢来吧。是。哦，对了，陛下，这些是仙水神一案的相关卷宗证物，待陛下过目之后，我便将其归档。不必看了，你办事我一向放心。这些卷宗，你亲自拿去披香殿档案阁，务必仔细存档。蜜儿刚醒，免得他睹物思人。是，我即刻去办。矿路先行退下。哦，陛下，那小神也先告退了。送给你的，这可是昙花的种子。昙花呢，只在夜里开花，
这白天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敛着花瓣休眠。我看他的习性跟小鱼仙官倒是有几分相仿，所以把他送给你了，让他陪伴你了。蜜儿，过去的一切已经不再重要，那些旧人、旧事都会烟消云散。我不会再让你痛苦，我们一起过着宁静、康乐的生活，可好？徐凤，怎么是你？你是来看本座的笑话是吗？母神的脾气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。若说母神如今只是个笑话，那我倒是要恭喜母神。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待旭凤当上天帝，他一定会接我出去，到时候有你好看。恐怕要叫母神失望了。母神，你有所不知，半年前，旭凤在我与锦觅的大婚之日，兵变失败，被一刀刺中金元所在，当场灰飞烟灭了。不可能，你当本座是3岁小孩吗？母神，你别急，还有，旭凤灰飞烟灭，父帝痛心不已，于是自毁元神，也跟着深归天地了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陛下！陛下，无妨，你们先退下。是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骗我！你骗我！骗我！骗我！你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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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我有什么怨气，也不应该加害旭凤。他将你视作手足至亲，旭凤何故？旭凤是无辜的。我问你，我母何功？锦觅何功？那些千千万万的丽泽水族，他们何其无辜？你下手杀我娘亲，灭我母族，谋害锦觅之时，又可曾有过一丝心慈手软？你为我父帝充当刽子手，血染千里之事，可曾想过那些无辜的生灵，他们也有骨肉之亲？我当初就不该带你这个孽种回来，本该就地杀了你，免得养虎为患。母神所言极是，我不过是你顾宠邀功的一颗棋子罢了。谁能想到，区区一颗棋子也会有反噬操控它主人的那一天？你以为我愿意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、兄弟在我面前灰飞烟灭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你当初真该一刀杀了我，或许你杀了我，我便可以早日解脱了。旭凤不在，陛下也不在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杀了我吧！好啊，想死便从
从这儿跳下去。当年，鲜花神就是挨了你的琉璃禁火，被迫从这儿跳下去。木神，你一向都是这么高高在上，岂不知在这高台下面，白骨累累，多少生灵为你铺路，成就了母神的至尊之位。母神若一心求死，何不就此跳下去，好好瞧一瞧那些被你践踏、为你铺路、无辜晕死的亡灵，好好看看他们。母神，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掉，我要你活着，好好尝尝这丧夫丧子的滋味，看着我这个大逆不道的孽子如何一统天界，万世升平。心儿，心儿啊，心儿。你就这么抱着娘，抱一会儿。你来晚了，罚一杯。只不过是天帝陛下一夜风流欠下的债，何德何能，竟敢与二殿下比肩？等日后咱们公主殿下嫁给了火神殿下，过门之后还得向那个夜神礼让3分，实在是委屈公主了。八字没一撇的事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不过为了殿下，开了。
德典，他那些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他们所说，倒也是事实。蜚短流长，听过也就算了。不管他们怎么议论我，这穗禾对你倒是真心实意。你切莫因为我开罪了他，不然母神那边又要……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得罪夜神，那就是在得罪我火神。行了，反正事情过去也就算了。你呀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与他们闹得太僵。太微一世英明，最后居然死在自己儿子手里。这个夜神弑父杀弟，倒是与太微当年所为如出一辙。哼，估计连太微自己都未曾料到。所谓天道轮回，不过如此。尊上，那夜神夺权继位不久，如今天界政权不稳，人心涣散，正是攻打天界的绝佳时机。没错，本座这半年来招兵买马，就是为了壮大我魔界兵力，能和天界痛快地打上一场。太微啊，太微，你无法实现一统六界的宏愿，就让本座来替你实现吧。锦觅醒了，你去干什么？我真后悔当初在人间，你怎么不用灭灵剑一箭射死他？我本想射死他，不知是谁在推三挡四的。我怎知他竟然是这般卑鄙小人，真是瞎了眼。
还把他当成至交好友。我这边去灭了他，为凤兄报仇。我知道因为徐凤的事情，你恨锦觅，可如今大局已定，仅凭你我2人之力，改变不了什么。我真是不明白了，如今的世道到底怎么了？这凡人喜欢窝里斗，改朝换代倒不稀奇，怎么连安稳了万年的天界跟魔界都如此混乱不堪？子夺父位，臣夺军权，窃国者亡反倒成为正义了。你说的都对，可是别忘了，新天帝刚刚继位，对于魔界的态度尚不明朗，以后我们还得从长计议，以大局为重。大局，那是顾成王的事，我巴不得他跟瑞玉打起来，斗得两败俱伤才好。哎，说话小点声。顾成王如今已是魔尊了，连你的叔父和父王见了他都要行礼参拜，何况若非秦成王从中周旋，你我2人如何在魔界立足？以后若是见了他，注意些分寸。如今的天帝跟魔尊全是些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，6界的安定迟早毁在他们手里。话说，天帝继位了，这锦觅很快就能当上天后了。天后，这2人狼狈为奸，倒着实般配。算我刘一瞎了眼，日后再见到他，定要剥了他的皮。你也别太冲动，当日你我2人皆不在场，我总觉得其中或许另有隐情。我管他什么隐情，他害死凤雄总是事实。王凤雄对他掏心掏肺，一往情深。先生，这些昙花是在先上沉睡的时候，陛下亲自种的，以灵力浇灌，白天也能盛开了。一直等着先上醒来看呢。都说人间的凤凰花开2季，一季原来，一季元散。我使用了仙法，让这儿的凤凰花永开不败。缘来缘去终会散，花开花败总归真。蜜儿，蜜儿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其实你完全不用憋在心里。我对你的承诺，皆已兑现。如今，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戒。废天后，她被压于万年高寒的凌渊台，生不如死。至于旭凤，半年前，你已手刃杀父仇人，如今大仇得报，花神、水神、风神。
那我就用上次的办法来喂你了。妮儿，旭凤已经走了。日后，不论你高兴或痛苦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等你痊愈了，我便再补你一个大婚。你我二人从此千年万年的这样一起走下去，可好？为什么？是你杀了绝女，是你杀了李小雨！你可曾爱过我？为什么做的人是他？我为何要流泪？月下仙人竟然好兴致啊！怎么想到小心我了？老夫现在是一刻都不愿在天上待着。自从那个冷血白龙做了天帝啊，天界的气氛被他搞得像玄机宫一样清冷，哪里有这湖光山色来的温情？况且元姬也不在了，老夫我现在连个聊得来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只好找你来解解闷儿。哦，可是掌管凡人命数的元姬仙子啊，她不在天界去哪儿了？人间历劫，一个掌管凡人命数的，反倒跑到凡间去历劫，他这是要体察民情吗？元姬贼得很，他哪会自愿去历劫？都是我那大侄子，仇怨埋得深，他心里还惦记着凤娃和那个无情女在凡间历劫经历的那些事儿，所以就找了个由头，把他弄到凡间去了。如今，怕是没什么能够挡着他了。对了，锦觅还没有醒过来吗？你不要再提那个无情女了，就是因为她醒过来了，老夫啊，才更不想在天界待着了。她醒了，这家伙怎么不召唤我呢？你还想见她？此等忘恩负义之徒，就应该千刀万剐，然后投进你们太湖，喂鲶鱼。我至今都没搞明白，他喜欢那只鸟，全天下都知道，可最后却……或许他已经在凤娃和润玉之间做了选择。难道？怎么？那个先天地自毁元神，他不过是中了煞气相辉，何必对自己那么决绝呢？他亲眼看着一个儿子死，一个儿子抢帝位，也许是心如死灰了吧。也怪他自己，若非他自毁元神，有环帝凤灵护着他，也不至如此。说来也怪了，自那儿之后啊，凤娃的环帝凤灵也消失了。唉，连点念想都不留给老夫，都怪那个冷血白龙。其实那条冷血白龙是我义兄素离，乃是我的养母。啊？什么？啊！哎呀，老夫最近受的打击太大了。你……可是他夺帝位的事情，我丝毫没有参与啊。这天地润玉，我与他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可是锦觅，我和他认识这么久，他不是情理不通的人，
想当初我偶然搭救了他，他执意要还千年灵力给我，所以想必这次续父一定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。我看呢，这太湖水族我也没法待了，怎么着全天下的人眼睛都瞎呀？我还不如跟着元姬去人间历劫呢！哼！年纪一大把了，就应该慈眉善目一些。锦觅，我终是成了帮凶。如今我也何颜面去见你？但求日后有机会能够补偿你。
眼见为实，怎么会有假？眼见也未必为实，老夫就是不信，因为老夫从来只相信这儿。就算天河水倒流，凤娃也绝对不会是杀人凶手。哼！你鬼鬼祟祟的，还要我来这儿做什么？你猜，方才我看见谁进了齐武宫？谁啊？锦觅。锦觅，他怎么还有脸入齐武宫啊？之前他昏迷不醒，天帝是日夜守着他，我们是没有什么机会。可如今他已经醒来，自由出入各处，我觉得正是我们的好机会。你的意思是？二殿下一片痴心错付，竟被这妖女夺去了性命。可是殿下对我二人恩重如山，此仇不报，我们怎么对得起殿下？你可有何计策，将他骗到凌渊台，将他推下去？不行，这天界到处都是天帝的眼线，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太显眼了？倒是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首先我们得弄清楚锦觅的内丹精元在身体何处，然后我们假意原谅了他，约他喝酒，假借叙旧，将他灌醉了，一刀刺进他的内丹精元，让他魂飞魄散。好主意，咱就这么办。走走。你们打算如何搞清楚锦觅的内丹精元藏于何处啊？先生，早知道你们这么着急去送死，我当初啊就不应该把你们给救回姻缘府。你们二人若是真的想对锦觅图谋不轨，但天帝岂会饶了你们？到时候定是连我都要受牵连。先生，可他杀了二殿下。对啊，那你们杀了他，凤娃就能醒过来了吗？方才我见到他时，恨不能将他千刀万剐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？那能换回凤娃的命吗？孽缘呐！老夫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想要撮合这一段孽缘呢？先生，你们二人呢，还是给我回姻缘府乖乖待着吧。就凭你们俩是动不了锦觅分毫的。以后啊，还是给我安生过日子吧，免得连累了老夫。是。报应自有天意。不会的，我不会弄错的。不会的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小鱼仙官，矿路。小鱼仙官，我们一辈子在一起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好啊？好，永远别负我，锦觅。云丹果然裂了。
也不能失去你。原谅我，好吗？小鱼仙乖，对不起。小鱼仙乖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小鱼仙乖，我们在一起一辈子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好啊？嘿。我知道这是个梦，但润玉，不要醒来。什么东西啊？难道那个就是允丹？可他为何会在我身体里？小鱼仙怪为什么要瞒着我把它修复呢？人间布花之事俱已安排妥当，便辛苦两位妹妹代劳了。是，明日我去趟天界看看锦觅，也不知道她恢复的怎样了。长房主，长房主，长房主，小桃桃她回。
滚！如今看你过得这么不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杀了我娘，你儿子又杀了我爹爹，我杀了徐凤，也不过是为我爹爹报仇罢了。报仇？你报什么仇啊？你杀了我儿子！没错。旭儿，我告诫过你多少次，叫你不要同这个女人纠缠，你总是不听，还跑来质问我，是不是我杀了洛丽？你说什么？你可有对水神动手？水神怎么了？水神和风神陨神了，可与你一环。现在润玉大势已去，就算润玉跟锦觅成亲，也不会动摇你天帝的位子。老兀都管不住你的野心。你以为你这样是为了我好，殊不知你只会陷我于不仁不义呀！我呕心沥血为你，一心帮你筹谋，一切都为了你，你居然相信这个女人，什么这世上有谁比娘对你还要真心实意？你若早听我的，怎么会枉死于这妖女之手？我不可能杀错。我问你，不是徐凤杀的我爹爹，究竟是谁杀了我爹爹？是我。不可能！我爹爹死的时候你被关在牢里，不可能是你杀的。凶手定然另有他人，凶手到底是谁？你说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窈窕飞絮，给我把他轰出去！我可能错杀了凤凰。水神先生，这是要翻案了呀！都已经冤枉一个了，可别再翻着翻着又冤枉到旁人头上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恨我。你放心吧，如果我查明真相，我真的错杀了凤凰，我会以命抵一命的。哼，要你赔命有何用啊？如果我真的错杀了凤凰，我也不愿意自己独活。你就是死了，凤儿也不能起死回生啊。只是我的凤娃，她不能枉死啊！快点，守卫马上就会醒来。蜜儿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啊？那你上回在哪儿找的呀？我上回就在那儿。那怎么没有呢？这不行，再找找啊！我们分头找。
还有封印，蹊跷。我来帮你。怎么会这样？衍兽没有去过齐武宫，而来的是我的房主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的！锦觅，你看到的梦是你自己的梦。不，也许是你对凤娃有所怀疑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。不可能！我之前看的时候明明不是这样的，这个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梦露的真伪有待查证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必然是有人从中作祟。蓝色的是所见吗？蓝色的梦是真的。爹爹死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亲眼见到他被杀，所以这个梦怎么可能是我的？如果这个梦是我的，我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，绝对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梦，绝对不可能的。锦觅，若是有人刻意为之，在那个梦境上动了手脚，也未尝不可能。凤凰，难道我真的冤枉了凤凰？是我错杀了他？女儿，先生，先生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您总算回来了。您这是去哪儿了？陛下很是担忧呢。陛下现在在哪儿？在七正殿。蜜儿，整日都不见你的踪影，我甚是担心。你刚醒，还需静养，在身子痊愈之前，就别再到处走动了。若你非要到处走，就让矿路和你一起，有他陪着你，我也放心一些。我恐怕真的冤枉了徐凤。为何这么说？爹爹被害以后，我看着眼兽吐出了一个梦，那个梦是凤凰杀害爹爹的场景。先前以为那个梦是凤凰的所见梦，可直到今日，我跟月下仙人到了披香殿，找到了那日眼兽的尸梦卷宗，才发现眼兽根本没有去过齐武宫，而是一直在我的身边。
陛下，所以那个梦根本不是旭凤的梦，而是我的梦。可是我没有亲眼见到凤凰杀害我爹爹。倘若是我心生疑虑所产生的梦，那也是黄色的所思梦。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日我所见的梦主是蓝色的所见梦，所以那个梦一定是被人动了手脚，把所思梦变成了所见梦。蜜儿觉得是何人所为？那夜的眼兽是陛下牵过去的。蜜儿，为了调查仙水神被害一案，我搜集了成百上千的梦境，还没来得及一一查阅，便被傅弟拿走封禁了。你所说的那个梦，我实在没有见过。那披香殿的主事，向来负责天界的卷宗，到底是黄色的所思梦，还是蓝色的所见梦？他总该有印象吧？好，我这就让人去宣披香殿主事，向他问明情况。陛下，披香殿那边传来消息，主事自杀了。陛下，陛下，何事惊慌？今日我看水神仙上神色有几分异常，于是我便悄悄跟了过去，结果发现水神仙上和月下仙人，他们2个人偷偷潜入了披香殿。看来这披香殿主事是留不得了。陛下，他为何自尽？陛下，这是刚刚发现的一封遗书，信中对擅自更改卷宗之事供认不讳，畏罪自尽。可比对过字迹？回陛下，比对过了，正是他亲手所述。既然他真的是畏罪自尽，何必多此一举，要写下这遗书呢？陛下，他为何自尽？陛下，这是刚刚发现的一封遗书，信中对擅自更改卷宗之事供认不讳，畏罪自尽。可比对过字迹？回陛下，比对过了，正是他亲手所述。既然他真的是畏罪自尽，何必多此一举，要写下这遗书呢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旭凤过去征伐6界，难免树敌结怨。如他所言，旭凤既是他仇家，当年挟嫌报复，篡改梦珠颜色，意图加害旭凤，于情理上倒是也说得通。想必他看你今日前来查证，自觉行迹败露，是已畏罪自杀了。那他是用什么法子篡改梦珠的颜色呢？听闻一部洪荒古籍《梦驼经》中有所记载，只是这本《梦驼经》失传已久，又是禁书，我也未曾见过。凤凰，我真的冤枉你了，凤凰。蜜儿，
一直爱着的都是芳华。雀灵见过族长。这段时日，穗禾公主有何异动？白天并无异常，只是常在夜半时分外出。有一次我尾随公主，发现她去了忘川。忘川？是。此事定有蹊跷，继续盯着她。遵命。你怀疑旭凤没有死？为何这么说？陛下，我怀疑先天帝元神寂灭前，设法留了火神一魄。芳华，你没死。老人家，哦，姑娘可是要渡河？我不渡河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件事儿。姑娘是不是要问当年和你一起渡河的那位公子啊？正是啊，我想问下您，有没有看见过他的园灵？哎呀，这忘川是幽冥渡口，仅渡凡人园灵。那位公子是一位尊贵之神，生来就超脱六界，不堕幽冥。园灵怎么会在此栖息呢？说句不中听的，自盘古开天地以来，五行便相生相克，水火不容。姑娘之兵刃，刺入那位公子的火灵精元之中，这位公子的元神，断无可能存下一丝一毫啊！不可能，他是战神，战神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他是战神啊，他不会就这么死的。姑娘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听老朽一句劝，情之一路，崎岖险阻，乃是一条不归之路。迷途知返方是正道。可是姑娘你这样执迷不悟，却是害己又害人呐。
到底是在糟践你自己，还是在糟践我？为了他，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了吗？蜜儿，他再也不可能回来了。忘了他吧，你还有我，不是吗？你能听见对吗？里面的每一次跳动，都是我在等你回头的呼唤。小鱼仙官，对不起，我心里只有他。